小叔，香爷，香爷，今夕何夕，往事多爷姐，逐多爷姐，小叔，前尘梦多爷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叔，小叔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行，不行，与谁相依？今夕何夕，往事逐语，前尘梦里有人在问一句：那舍别离，未知归期，轮回尽头，与谁相依？我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一起去看夕阳，我们还要一起把情人节写完。我们还说要一起扫地做饭，一起看冬天花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丢下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儿玉，我要救凤溪！儿玉，儿玉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都不让我看到你的脸？我的脸早就已经被毁了。你的脸，你的脸，也是毁在陆远彤手上，对不对？我穿越回来，一直都没有找到你，因为你就是不幸。东岳，你再一次回来，成功阻止了定远之乱，为何还要再次穿越？因为凤溪已经死了，你死了，我不要你死。我既然能阻止定远之乱发生，我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阻止战乱和拯救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这就是宿命。可即便这样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要和你一起改变宿命。儿玉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你自己。这玉蝶的灵力可以再次送你回去，
但这陵里也有穷尽之时。这是你最后一次回去，而且这次你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就算是付出一切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第一次，我遇到了冯曦，爱上了冯曦。可因为不相信冯曦，我最终没能阻止战争爆发。第二次，冯曦忘了我，但我们还是相爱了。他用生命为代价，为我阻止了战乱。我曾以为我最想要的是阻止战乱，但我现在明白，我最想要的是冯曦。玉玺到底在哪儿？没有玉玺，他们都没有活的理由。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冯曦私宅的布置我最清楚，你把冯曦他们放了，我带你去。东岳，你不要乱来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儿。玉玺在哪儿，只有我知道。陆远彤，冯曦诡计多端，我想你也清楚，让他带你去还是我带你去，你自己选吧。东岳姐，东岳姐，到乐子园，冯曦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活着。听着，稍有差错，你们都得死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再给你1刻钟。快了，要是那么好找的话，他就不是冯曦了。子渊，
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走。别进去，里面有机关。放心，猫捉老鼠的游戏我玩够了，我就不信没有你们，我找不到这玉玺。住手！陆远彤，你大逆不道，意图谋反，还不把东岳放了，束手就擒！就凭你？侯爷，太子带人是虎接应，看来皇帝准备出手了。咱们兵马尚未集结，不宜硬来。东岳，东岳，东岳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哎呦呦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恕罪啊！殿下开恩呐！家父他，呸！陆远彤这个逆臣谋反，小人从未参与啊！小人只管吃喝玩乐，对天下大事什么的从不关心，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啊！一无所知，你还能给冯熙送降书啊？这个小人只是听命行事罢了。这么说，你不光是个傀儡啊，还是个废人。哎，那你活着干嘛？啊？哎，不是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小人确实知道家父暗地里干的那些坏事儿，但是那些所有的事儿全都是被冯熙所报的。笑话，冯熙他再狡诈，他也没这个能耐。不是，殿下，您有所不知啊。冯熙真正的身份是明家的余孽，是流落民间的二皇子。哎，此事李雨柔可以作证，他还曾向家父出示过冯熙所藏的玉玺印记呢。李雨柔啊，死无对证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不是，殿下，这个您想。冯熙为什么对降书如此在意啊？为什么这么卖力的为明家翻案？小人跟家父只不过是冯熙手中两枚棋子罢了。我现在问的不是冯熙的事儿。不是殿下，冯熙才是一心想夺地位的人，他才是您的敌人。张嘴，打到他不能说话，再把他押回去。哎，不是，殿下饶命！殿下啊！先把他关到御风阁，我自有安排。是。听闻三殿下自幼丧母，是明贵妃抚养长大的，难道对明家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难道真的相信明家通敌卖国吗？若不是你的处处猜忌，我和文大人何苦演这出贪污被贬的大戏？文业被贬，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二来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拿到降书，再借由你的手交给陛下。今日的事，确实是我部署不周，但杀文业的人，绝不是我。星耀，要是朕说明家旧案理当尘封，追查旧案者杀无赦，你当如何？儿臣
原先不明白父皇的苦心，如今蒙父皇亲自点拨，自然是遵从父命，一切为父皇马首是瞻。好，这才是朕的好皇子。参见殿下。辛苦了。这些是东院命小人打理柔夫人后事，这些都是柔夫人的遗物。他还是那样大度。哎，此事李雨柔可以作证，他还曾向家父出示过冯熙所藏的玉玺印记呢。眼下伤者众多，人手不足，还劳烦你去照顾一下伤者。小人遵命。你是不是又动用了御敌的力量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四宅的机关只有我知道，但你去引用陆远彤去触发机关，除了御敌，我想不出第二种方法。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逆转时空，必定是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。是地远之乱又爆发了吗？不是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什么事值得你动用笛子的力量去逆转时空呢？我想要你活着。你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吗？不用想，一定是为你而死。答应我，如果有下一次，不要再救我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御敌的灵力已经完全衰减了，无法再用了。那以后就要靠我们自己了。我不怕，因为有你陪着我就够了。什么人鬼鬼祟祟的？什么叫鬼鬼祟祟的？我是来送贺礼的。为什么白天不来送？相爷特命我来镇住贺慈，你这么如临大敌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叔说了，这次婚礼必须顺利，容不得任何差错。来，你猜明天谁会来砸场子？管他是谁啊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搞事情。那要不要赌一赌？你脑门又痒痒了？不，实不相瞒，小弟呀，最近比较缺钱。天下间哪有女人不羡慕这样的婚礼啊？赌多少？10两。我赌太子殿下会来抢婚。太子殿下是个体面人，再不甘心也不会这样。倒是那个慕容逸，那个吝啬鬼，锱铢必较，搞不好会趁着明天众目睽睽，逼着小叔还债，小叔还不好意思拒绝。我赌20两。是哪个小崽子在背后夸我呀？你看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这点薄礼，贺你家相爷大喜。再帮我通传一声，账暂时先不用还了。他抵押给我的这份地契，我继续留着。他得请我喝酒，明天的喜酒可不算哦。我在平康坊等他。慕容姐大气、霸气、阔气。
倒了休？先赊着吧，我现在身上没钱。那要赊多久啊？问什么？我还能欠债不还？你是不是最近缺钱啊？做你妹夫真是太费钱了，我得存钱了。堂堂右相，大婚前夕流连烟花之地，与单身女子共处一室，就不怕新娘子介怀？你要我请你喝酒，可这府里只有喜酒，喜酒自然要等到明天再喝。况且东岳也不是这么不识大体之人。可是识大体并不是你看上他的原因呢。喜欢一个人，哪有什么看上看不上的？若不是社稷将倾，我们可能连相遇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像你我一样。是啊，若不是名家遭陷，祸及浩山，以致皇家遭难，我这落魄王孙怎么会遇到你这个落魄的公主？来，这杯敬我们的相遇。其实落魄也有落魄的好，都说侯府深似海，更何况皇家。我倒觉得做公主不如行走江湖做做生意来的自在。你怕是忘了刚刚初入江湖，彷徨无依是有多么无助了吧？那个时候不还有你这个靠山吗？这一杯就敬我们结伴江湖，一起闯荡的日子。来。这种日子，怕是要到头了。别人都说你慕容姑娘爱财如命，一毛不拔，可他们谁会知道，你抠下来的每一个子儿，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有朝一日光复浩山。来，这一杯，祝你早日达成夙愿，也敬你一直以来的无私相助。你怎么知道我对你是无私相助？难道慕容姑娘不是欣赏冯某的为人，才一直鼎力相助的吗？拉倒吧，本来我仰慕你是个做大事的人，可你看看你现在，左相还在逃，大仇还未报，你就儿女情长谈婚论嫁起来，我真瞧不上你。哎，复仇可以等，家人芳心不可负。你那个家人有哪一点比得上我？你跟我走，大仇我帮你报，你欠我的债我也都给你免了。那还是欠着吧。喜欢一个人，心不由己；不喜欢一个人，又何尝不是呢？老娘是真看不上你，明天的喜酒我还是喝了吧。那就多谢公主赏光了。不用谢，你的喜酒还是我出钱给你办的，喝酒总比吃亏强。我劝你少吃些，明日婚宴上会出什么大事儿，谁也说不准呢。我从来是个喝酒误事的人吗？那你继续喝吧，我要去陪我未来的夫人了。滚吧！不用送了。
哎，妈，感谢，老岳出事儿了，来吧，感谢诸位来和我冯熙的喜酒。我和东岳都是孤苦之人，幸有天赐良缘，历经波折，终成眷属。今日我们二人以天地日月为媒，也请诸位见证，在这良辰美景，共结凤仪之好，白头之约。相爷，时辰到了，快拜堂吧。就是啊，好啊。一拜天地，二拜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左相多日来销声匿迹，这喜帖还正愁送不出去呢。既然不请自来，那就在此喝2杯喜酒，如何？罪人冯熙，听着，老夫今日前来不是喝喜酒，是来捉拿罪犯。罪犯？哦，本官何罪之有啊？哼，你身为名家余孽，为报私仇，害死安侯殷实，更有甚勾结陆远同，忤逆谋反，其罪当诛。方圆，当年的案子根本……捉贼要捉赃，左相给我的指控非同小可，请问证据何在呢？据我看来，能够证明冯熙是名家余孽的罪证，就在这冯府当中。殿下，方圆他信口开河，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谣言。东岳，我知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冯熙罪恶滔天，理当株连九族。我不能等你拜堂之后，眼睁睁地看着你受此牵连。不，你不明白。左相，此前陆远同跟冯熙在竹明驿图谋起事，后因一枚印玺闹翻。这枚印玺就是足以证明冯熙身份的罪证。既然没有落到陆远同手里，想必就在冯府之内吧。哼哼，看来殿下和左相是有备而来。你要是聪明，就趁早把罪证交出来。将来陛下处置你时，或许老夫会为你求情；不然的话，我就是把你这冯府翻个底儿朝天，我定可以找出你的罪证。这在场的宾客都是来喝我冯熙的喜酒的，我作为这儿的主人，也不好服了大家的兴致。不如二位借一步说话。即便是有罪证，我也不会傻到就藏在此处吧。放心，放心，你就等着做我的新娘子吧。走。可右相府果然是有玄机呀。请吧。让洪哲他们在门口守着，以防外面有什么变动。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。是。这些都是名家罪人的牌位啊！太子殿下，这下你可看清楚了吧？
殿下，你这是？左相说的不错，这罪证确实藏在这个屋子里，但不是我冯熙的罪证，而是你左相的罪证。你说什么？方圆，我原本以为你会在我大婚之后再自投罗网，可你偏偏选在今天，把我精心准备的婚礼闹得一团糟。今日我便与你新仇旧恨一起算清。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明家唯一的后人。这里供奉的都是明家的列祖列宗，但他们不是罪人，而是含恨而死的冤魂。今日我就要让你在这里认罪伏法。明谦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你再怎么狡辩都没有用。浩山公主慕容逸可以作证，是你串通陆远同调换降书，害死明家上下。什么降书？降书在哪儿？有谁见过？你真的认为降书不在了吗？不可能！你这份降书是伪造的。你怎么知道你销毁的那份降书又是真正的降书呢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手上的就是真正的降书呢？我能证明，这份降书是真的。殿下，你……今有降书为证，左相方圆诬陷明士，残害忠良，你还不认罪？啊！哼！冯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伪造降书，蒙蔽太子殿下！待我禀明陛下，看陛下怎么治你的罪！我是见过太子，我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你说的不错，这降书确实是我伪造的。当日你伪造明家通敌密函，今日我作为明家后人，加倍奉还。冯熙，你怎么如此的愚不可及？你也不过脑子想想，调换降书这么大的事情，仅凭我方圆一人之力，我做得到吗？我有这个胆子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诿过他人？好，你要干什么？若你只是世人眼中看到的那个冯熙，自然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可你不是，你扳倒安侯，害死殷实，靠近陆远同拿降书，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：替明家平反。殿下把冯某说的太高尚了。那些人虽然都是害死明家的罪人，但庞熙，皇兄，你私宅里那张席，全天下只会有一个人有。那就是当年明贵妃所生的二皇子庞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进宫伴读的时候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以国舅之名回朝的时候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我争斗了这么久，你都不告诉我？我是你亲弟弟啊！
告诉你有什么用？对付安红，手刃殷氏，还是扳倒左相？告诉你只会让你更危险。你是将来要坐上皇位的人，我不能让你卷入这桩陈年旧案之中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是左相，还是陆远统？一个都逃不了。我不管你怎么盘算，这次让弟弟帮你。前路凶险，哥，前路再险，兄弟齐心。兄弟齐心。相爷，相爷，快走！你走！冯熙怎么没出来？哎，把他们统统杀掉！快！相爷，这边！方圆，你不能死！现在能证明明家无辜的人只有你了，你不能死！明将军权倾天下，岂是我诬陷所能致死的？他是锋芒太露，功高震主。你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难道是陛下？我这么多年一直为他保守秘密，他为什么？皇上，我死了，明家的事不会结束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？陛下，我方圆忠心耿耿，为你守口如瓶，这么多年，你去我的毒。东岳，你在哪儿？东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累了。你是有心事吗？
我真没事，我想休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东岳今天真的有些奇怪。血纹如此严重，似乎快要碎裂。每次用玉笛逆转时空，玉笛中的血纹便会蔓延，而灵力也会随之减弱。当蔓延至整个笛身时，玉笛的灵力就会耗尽，而到时你的偶身将会形神俱灭。方圆的死十分蹊跷。我也觉得，方圆明明是被阴历的人带走，却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认为，方圆这背后一定还有什么人。阴历一直为左相作恶多年，这难保不是内斗。你受皇帝之命，协同方圆捉拿名家余年，方圆身死，你却空手而归，拿什么复命呢？这段时间，你先和东岳幽居暂避。父皇问起，我便说是捉捕不力，大不了被他责骂几句。谢谢你为东岳做的一切。过去，我所做的一切，确实为了东岳。可这次不同。当年你我年幼，我们朝夕相伴，时常一起听贵妃娘娘吹笛。那会儿学的曲子，我一直记到如今。我和你不同，有些事情我不愿意想起。这么多年，你受苦了，二哥。过去你我种种误会，皆是源自年幼分离。如今拨云见日，倘若我向父皇禀明你的身份，你便可以认祖归宗，堂堂正正做回你的二皇子了。星瑶，你叫我一声二哥，我已经欣慰至极。可是二皇子的身份，我实在不感兴趣。这些年，父皇一直不准别人提起任何有关明家的事，可见他对明家、对明贵妃还有你，都是痛在心里的。他若知道你还在人世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相认。你自幼在他膝下，和他的感情自然与我不同。他手上沾满了明家的血，而我身上流着明家的血。我们之间始终隔着整个明家。明家依然是二哥心中的伤，这伤一日不愈，终难以让二哥回来。既然二哥不愿意相认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在父皇社会成名之前，你和东岳好生保重。你也保重。殿下，殿下，东岳，
你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在这儿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那日方圆逃脱之时，他曾对你说，你没有将真相告诉冯熙。真相是什么？方圆和我说过，明将军不是被诬陷死的，他死于功高震主。他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个真相，才被灭口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知道，杀死方圆的人是谁？你也知道，明家冤案的背后主使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圣上。你只是不想让冯熙知道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，父皇才是明家救案的主使。方圆、陆远彤皆是揣摩圣意，才胆敢勾陷明将军。冯熙真可怜。如今，谁要为明家翻案，就是触了父皇的逆鳞。父皇已命我和方圆除掉二哥。我虽然临阵倒戈，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向父皇交代，所以只能让你和二哥先找地方暂时躲避。皇帝要杀冯熙，这天下还有冯熙的生路吗？或许还有一条路。我若向父皇禀明他的身份，父皇或许会念在骨肉亲情，放过二哥。你看皇帝，他是那种顾及亲情的人吗？倘若二哥能亲自站在父皇面前，坦诚相认，说不定还有一丝可以打动父皇的可能。只是冯熙对明家的血仇怀恨在心，他怎么可能去跟皇帝相认呢？看来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殿下，东岳想请你帮一个忙。你说。我想入宫面圣。你想亲自说服父皇，接纳冯熙？殿下有皇命在身，不能违抗。冯熙又不能与皇帝相见，那就由我来说服皇帝。不行，我身为父皇的儿子，在父皇面前提起明家之事，尚且会触怒龙颜。你要做的事，根本就是送死。只要能让我见皇帝一面，我自有办法。不用再说了，眼下你要做的是赶紧让二哥找个地方暂避，剩下的事我去周旋。殿，陛下，浩山国国主已向我朝俯首称臣，微臣已将降书献上。方圆，为何浩山国的降书变成了明将军的投敌信？回禀陛下，微臣方圆作为监军，唯恐有辱圣命，因此早就洞悉了明将军与浩山国私下往来、密谋反叛的事实，只是军中多是将军眼线，
臣苦无良策，无奈之下，只得盗取信函，夹在京畿军宝之中，面呈陛下，请陛下明察。方圆，陛下圣鉴，他是在蓄意陷害。那河中庄的，分明就是浩山国的降书。姿势体大，未免走漏风声。微臣特意叮嘱陆副将，对外宣称呈上的只是军事捷报。陆副将他亲眼见过降书，他可为微臣作证。陆副将，可是你亲眼所见？回陛下，臣只负责送信，没看过降书，也不知盒中装了什么。娘，安侯、殷实、方圆，这些陷害舅舅的人，一个个的都走了，只剩下一个人，陆远通。失去了降书，就再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舅舅是清白的了。孩儿无能，没办法为明家讨回公道。三弟想撮合我和他相认，可我又怎么能和他相认呢？这个是我身份的象征，亦是我一生的枷锁。我把它放在您的灵前，从今以后，没有旁喜，只有缝隙。既然我时日不多，那么你的愿望就让我替你完成吧。二位的莲子羹，才2碗。对，你不是不喜欢吃莲子的吗？上一回莲子是苦的，是因为记忆中颠沛流离的身世之苦。现在我有了你，这回忆便不苦了。我想再跟你尝一尝莲子的味道，看看它到底还苦不苦。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你试试看。花伞，带着来。不苦。老板，来碗桂花羹。好嘞。这样你再试试看。真的吗？花伞啦！真的不苦了？所以你方才说不苦，是骗我的？不是骗，是哄。言不符实就是骗。你说过再也不骗我的。这样吧，罚你把这碗没有加桂花羹的全部都吃完。之前这家茶楼生意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说关就关了？大概是因为方圆吧。方圆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方圆敛财成性，作恶多年，
在京都不止一家茶水铺，周围很多铺子和宅子都是他的。如今书岛猢狲散，自然就会有人来接手吧。这些人抢着买左相的产业，应该也是在找左相所藏之物。此物事关皇上和明家旧案，我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才好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京城还有什么是左相的产业啊？你干嘛？想接手啊？没有，我就想知道左相到底收敛了多少不义之财。这些标记的地方都是在京中左相的产业，你去查一下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惊喜。惊喜？今天我看到左相的产业陆续被人买了去，应该是英利的人所为。他们应该在找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。我不管他们背后有谁，左相的遗物中一定有和他死相关的东西，而且说不定是明家相关的东西。小叔，你的意思是还有翻案的可能？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朕本以为在冯熙的婚宴上死的应该是2个人，冯熙还有方圆。是儿臣追捕不力，冯熙早有准备，逃去无踪，正在搜捕。以后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儿臣再三试探，冯熙认定方圆就是明家事变的最大主谋。如今在冯熙看来，元雄已死，方案无望，想必已经死心了。听你言下之意，你是在替冯熙说情啊？儿臣不敢。行了，既然你这么心软，那朕也不勉强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在宫里闭门思过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得出宫半步。父皇这是要将儿臣禁足啊！如今父皇龙体抱恙，若儿臣不能替父皇分忧，朝中百事何人处理？陛下，陛下小心！陛下，你当朕病入膏肓没你就不行了啊？你是不是连什么时候登基都想好了？啊！儿臣不敢。何苦道长？陛下，贫道劝您多少次了，报喜报怒伤身，您要长命百岁，就要少喜少怒。道长，朕身边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能为朕分忧的人，那就好了。来人，在。把三皇子给我带下去。是。父皇，陛下，太子殿下毕竟是要继位之人，这样责罚是否太过？道长，你答应过朕，丹药炼成之时，就是朕长生不老之日。哎，你看朕这几日精神大涨，是不是离这一天不远了？啊，陛下寿福无量。
放心吧，要是有人跟着，我肯定比你早发现。啊，臧将军，侯爷吩咐你办的事情，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让皇帝连服了7日补药，身体大为好转。现在他果真相信自己有长生不老的希望了。哼，果然，给他点甜头，他就会有废太子的想法。哼，侯爷真是料事如神。太子捉拿冯熙不利，被皇帝软禁在皇宫内。我看这个起事的时机，时机到没到，不用你管。不过这段时间，你得给皇帝准备一剂猛药。你好像很怀念这里。我怀念的是在这里度过的日子。我喜欢看到你不用东想西想，不用算计，无忧无虑的过每一天。这种日子不远了。冯大人，东野姑娘。冯大人，东野姑娘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前来？太子殿下呢？殿下自回宫复命之后，便一直被软禁在太极宫内。什么？皇帝是不是病糊涂了？他就这么一个太子，把他废了，谁来继位？如今宫内到处传闻，陛下有废太子的意思。依我看，皇帝是想利用殿下引相爷现身。就算太子没被软禁，我也不会躲皇帝一辈子。就算要救人，也要从长计议，万不可轻举妄动。眼下有难的是新药，我这山高皇帝远的，你倒先担心起我来了。我就不能有点私心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，从长计议。大家都回去歇歇吧。走。为什么？冯熙，你怎么了？我梦到了穆飞。是不好的梦吗？我原本以为大仇得报，穆飞在梦中会露出微笑，可是刚才在梦里，穆飞一直在流泪，就像20年前，就像最后一次见到皇帝的样子。毕竟这件事情缠绕了你半生，虽然仇人已死，你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释怀的。我虽然报了仇，但是明家没办法得以平反，穆飞的冤屈也一直没办法昭雪。你觉得你母妃会因为这件事情责怪于你吗？说不定你母妃之所以哭，不是因为明家冤案，而是因为你。为我？任谁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仇恨缠身，难以自拔，都会心疼落泪的。冬雨，你也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也知道我还有不能放下的事。冯熙，你这一生背负的东西已经太多了，这一次就由我替你去面对吧。